Hello，我是 DMiner，今天要来分享一下我的召唤生物流派，不是什么顶级流派啊，算是留个记录，不然我都不记得我每一季玩了什么。强度方面 ，T16 红图可以轻松刷，这季的机制吸了5000粉也都还刷得动，但是就是会有一点点死亡的风险。打王的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各势力图的王都是轻松打，防御面也还不错，双格75%不喝水有54000的护甲，还有80%的大抗。刷图手感我是还蛮喜欢的啦，基本上就是旋风斩，然后往怪里面撞。定期的号召一下，维持召唤物伤害跟回幽魂的血，遇到比较强的怪再上猎物信号就好了，甚至可以不用使用诅咒。唯一麻烦的是魔灵吸取，后面我会介绍我是怎么处理它的。这个流派会串到2组6连，主要技能是使用召唤生物，它会召唤一个生物跟在你身边，每当攻击击中的时候就会释放一次物理的星星法术，有 0.33 秒的冷却时间。这个冷却时间在目前这个版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生物的特色是基础点上高，然后也不吃攻势数，要强化基本上除了召唤物伤害趴之外，堆等级效率是最高的。另外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有触发冷却的问题，所以要把攻击技能的攻速调整在逼近 3.03 的倍数，伤害才能最大化。我是选择用旋风斩来触发生物，那同时因为我们都要攻击了嘛，我就主手拿沉默之泪来触发这一季我很想玩玩看的变异宝石赦免启发。原本赦免是让你用赦免法术击中怪物后的一段时间内，如果怪物死亡的话，它就会召唤一只赦免哨兵，或是你击中稀有怪、传奇怪也有 25% 的几率召唤了。上限是3只，再次触发就会刷新哨兵的持续时间，主要还是靠哨兵在输出伤害。而赦免启发则是哨兵上限减为2只，但是增加及减少召唤物伤害的词会以 200% 套用至赦免法术本身，点完品总共会有 250%。也就是说，我这边500多%召唤物伤害会乘以 2.5 倍，变成我们的赦免法术伤害，感觉好像还蛮强的耶。之后有机会我再来试试看以赦免启发为主要输出的流派。今天这套我们还是会以召唤生物为主。装备的部分绑蛮多传奇的，头盔不用说，召唤生物一定要带吉尔菲的荣光，它可以让你的召唤生物1只变2只，妥妥的200%增伤。由于掉落数量多，又没有人要玩生物，价格超便宜的，你可以多买几件，挖个范围宝、光环宝之类的。吃的话记得挑电抗少一点的，因为我们这次搭配赦免要转纯电伤，所以会使用副电甲。所以我们的衣服就是多利亚尼之行，就是所谓的副电甲啦，也算是蛮便宜的装。瓦池的话，当然是要找召唤宝加2或是插草宝加1都可以，效果都一样。那刚刚我们说我们要走纯电，虽然我们会穿物理转闪电辅助，但是因为只能转一半，所以手套我们还是得用3弦之法，记得要洗成自然动。武器的部分，一手拿雷锤，能力值的部分我是用至高炫耀来搞定，另外一只手我们用大地主来让赦免6连。如果你比较注重防御，可以改拿破晓或是一些高护甲的盾。项链用的是龙牙翱翔，生物等级加3，这个超便宜的，冷门技能有冷门技能的好处。腰带则是召唤都会用的耶尔降临，上面插近期使用召唤物技能，增加召唤物伤害跟补一些抗性生命之类的。剩下可以自由搭配的就只有鞋子跟戒指而已。鞋子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拿来补血抗。红狼王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我是用护甲跟补抗性。然后因为基本上我们都是贴在怪身上，如果你想要用感电地面或是易碎地面也可以。胶着的话就不要了，副电甲的我们是吃不到的。戒指我推荐赌神芬多跟马拉凯的巧技，主要是因为都可以拿副电，还可以补抗性。用黄装戒指的话，前缀可以上个引导减消耗，避免一些魔烧干没办法转旋风斩的情况。技能连线的部分我们有2套6连，因为天赋的一些取舍，所以我就不走暴击了。召唤圣物这一串，如果你比较懒的话，可以把掠夺者辅助换成肉盾或是元素击中。赦免如果没有用大地主的话，就穿附加闪电伤害跟精准破坏吧。手套因为一定要自然，我是用唤醒幽魂、豢养狂热、号召跟暴风之盾。幽魂的话一定要带的是完美财富之魂，让闪电伤害很幸运，超好用的。另外我还带一支常驻猛攻，是拿来调攻速的。光环放在头盔，我开了坚定、反抗之气、火焰净化，移动技能用药剂或是盾冲。鞋子则是最懒人的串法，旋风斩、引导石释放、骸骨奉献、亵渎。如果有用潜能之戒的话，会多一个洞，不过诅咒好像有上没上都没差，可以用衰弱或是干脆开火力撑看守之眼的效果。天赋比较重要的是，我有点忘却阴影，因为我已经被持续伤害弄到快吐了，我甚至想要搞免兵，然后把众神殿换去艾尔卡利。
新团我是开8天召唤，然后2个护甲小型新团，主要是因为副电甲的关系，我们电商要用护甲来扛，所以要撑到一定的水准。目前体感4万护甲算及格，当然往上是越多越好。然后珠宝一定要用的是血肉融合，它是我们副电的主要来源。此外还有希望之选，减20%抗性之外，还可以点一些奇怪的天赋。优雅的高傲则是堆叠召唤物伤害的利器，可以找插在这一个范围内有4个80%召唤物伤害的，我之前是没找到啦，所以先用3个召唤物伤害，再加一个超近的80%护甲，然后一定要选卡斯皮罗，这样才会有至高炫耀可以点，不然雷锤会举不起来。剩下的珠宝洞看自己装备状况补东西，我是用看守之眼拿坚电池加强防御面，或是拿不变之力预防大量投射物也是不错的选择。防御面我都是点血量跟护甲，格挡都没有点，全部都用奉献效果的咒语来补。不过宫格溢出很多，感觉在天赋上点法格，这样可以解放一些咒语会比较好。那流派的整体配置大概就是这样，刷图就是旋风斩，然后定期号召拿召唤物伤害，唯一比较怕的是巨量电伤跟魔灵吸取，因此我特别带了一罐药剂来应付它，用黄玉药剂使 T1 更多效果，然后再用点燃使上更多效果的附魔，这样我们总共会有30%的更少闪电伤害效果，足以让你走进去转死魔灵吸取啊。对了，我也是到这季才知道，原来魔灵吸取只有外面这一圈有伤害，所以我们只要有机会可以贴到他身边就安全了。那如果遇到会乱跑的魔灵吸取，就抛给他追吧。那有任何问题或建议都可以留言，我是 D-Miner，我们就下季见喽。